我这一拳31万的伤害，你挡得住吗？陆福星武学一拳超人，看我谢！蓄力技在释放的过程中可以无敌，不受任何伤害，可以用来保命用。不是大哥，我都跑路了，你还从背后捅我一刀。刚才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带扇子，所以这回我既有盾加防御，又有扇子加治疗，不死之身看阁下如何应对。给大家一个忠告，你可以去惹禁卫军，但是绝对不要去招惹弓箭手。评论区有网友跟我说，你玩姐夫刀法还不如玩八方风雷枪，毕竟它有45%的减伤，带上新法磐石诀可以减伤20%，两者合计可以减伤65%。我记得刚才姐夫刀法坚持了35秒，我们就来测试它和八方风雷枪谁更抗揍。在挨打这方面，八方风雷枪确实更有优势，加上明川药典的治疗，能让我随时处于满血状态。不过这些都是小兵，估计再打下去也伤不了我，因此我决定去挑战禁卫军。八方风雷枪有2个特别厉害的武学，一是能让自己减伤65%，二是给对方施加异伤的效果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打你容易，但是你打我可不容易。37秒了，完胜姐夫刀法的35秒。看来禁卫军这点实力在八方风雷枪面前还是太弱了。我决定吸引全城的禁卫军来挑战。八方风雷枪能扛住1分钟，是姐夫刀法的2倍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可以上天入地，但是绝对不要去招惹弓箭手。其实作为成伤界的大佬，姐夫刀法和八方风雷枪才是一对。他俩组合既有减伤又有盾，堪称打不死的小强。但是缺点是没有奶。不过在实战过程中，你可以自带药品。而对于我来说，我喜欢明川药典，所以看个人喜好可以自由搭配。这回我换上了奶盾，也就是明川药典加姐夫刀法。穿上时雨套装可以加治疗和攻击25%，而且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抗揍。末刀武学盾加无相金身盾，再加神龙吐火减伤40%，这就是3重盾，相当于在你的身上穿了3层防弹衣。让你们看看最能扛揍的奶盾到底能坚持多久时间。
怎么样，厉害不？我这种姐夫刀法加奶妈，那可是最强修法，堪称夜云里打不死的小强。被金鱼手给戳死了。其实按照我这种打法，我马上就可以换武学盾继续扛的，就差1秒钟。可惜他俩不会给我时间换武学盾，而且我在录制这期影片的时候忘记带神龙吐火技能了，否则我完全可以一直扛下去。如果你们喜欢我这种玩法，可以试试奶妈加姐夫刀法，这样子可以加盾加治疗，又或者你们可以用奶妈加八方风雷枪，可以减伤加治疗。总之，奶妈这个是万能搭配。无名剑法对战一拳超人。接下来我们解说 PVP 止歌，因为大家对这个比较感兴趣。相比于打副本那种死物，你只需要了解 BOSS 机制就能通关。这种玩家之间的 PVP 战斗才是活物战斗，更能带给你热血的战斗体验。而它主要考验你的随机应变，因为止歌就是没有规则，打赢为止。对方一直用自在无碍将我浮空，清风霁月可以帮助我解控，但为时已晚。要知道，一拳超人可以打出30万的爆发伤害，直接将我秒了。我方奶妈已下线，估计队友也撑不了多久。其实对方的这个打法是正确的，在2v2战斗中，先干掉对方的奶妈，切断对方的后勤保障，然后再集火2打1，很快就能打赢。第二局我切换八方风雷枪，直接往对方的头上砸，施加异伤效果。第二局我们赢得很轻松。第三局左边是我们，右边是他们。这个9重春色倒是很好躲避。但是被打中了就能定身3秒，结合青山执笔的浮空技能，可以说是止歌打斗中的最强控制王。我赶紧给自己加个护盾，想要保住自己的小命，但奈何对方的控制太强了，一直强控我，最后将我放倒。哎，其实这里我犯了个致命错误，清风霁月放早了，因此如果你要玩止歌的话，清风霁月不到万不得已，绝对不要提前放，否则就只能被动挨打。第4局，不是兄弟，你看你的大刀往哪插？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玩止歌用流星坠火，这个奇术的作用类似清风霁月。当你释放流星坠火的过程中，敌人不仅无法攻击到你，甚至也无法控制你，可以说这个奇术相当好用。而且你俩真是够了，两边回马枪，这是拿我兄弟当烤串对穿了是吧？我操，这段流星坠火是真的帅，直接把我兄弟的骨灰都轰成渣了。第5局，我兄弟这个姐夫刀法的特效挺好看的，有点像《只狼》里面的不死斩。咦，他这一关打得怎么这么容易？是因为我兄弟的武学太帅的原因吗？第6局，对方的奶妈一开局就追着我打，这倒不是因为我菜，而是因为对方比我高出1个段位，我这属于越级挑战。好吧，躺着看比赛。
友超厉害，可惜奶妈不争气。看看咱们的输出能否拿下对方的奶妈。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对方是超级奶妈，他是满血，我队友是残血。虽然对方是全奶治疗，但是他可以凭借骑术进行输出控制，比如自在无碍浮空加骑龙回马穿刺。蛤蟆功引爆敌人体内的毒物，伤害直接爆炸，很好清掉对方的血量了。现在双方都是残血，势均力敌。队友是青山执笔加九重伞实现双控制，定身加浮空，紧接着直接一个大跳接蛤蟆功。没想到被对方奶妈反杀了，原因是奶妈带了一把治疗伞，千香引魂伞可以持续吊着他的血，让他不死。现在看来，对方奶妈的打法是很正确的，一开始就切断我方后勤保障，然后再去找主力部队。如果我刚才不死，肯定能改写战局。第7局，我依然选择了奶妈治疗。这里有个小技巧，一开局的时候就立刻按阿键把能量值攒满。这样做的好处是随时确保自己奶水充足，因为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往往就靠这一口给队友保命。行，你们都学聪明了是吧？上来就2打1干奶妈，我这小身板哪里扛得住？对方奶妈还在这里发呆，我兄弟已经干掉了他的主力部队，战场瞬息万变，优势在我。定身浮空，这波强控玩的溜啊！上一把咱们输了，希望这次咱们能赢。而事实上，在止戈游戏里，如果是1对1的情况下，奶妈其实并不好杀。行，你俩还在这互吹上了。定身加浮空，继续强控制。好，就差一点血了，加油！完蛋，对方奶妈有治疗跟神龙吐火，可以减伤40%。对方奶妈自带医护兵，而我军打一点就少一点，鹿死谁手还很难说。我明白了，就算双方最后能打成平手，结算也会以血量最多的一方取胜。我这队友还真是一员猛将，1打2竟然赢了，大家帮他点点赞。看他的战绩输出274万，在2对2的战役中已经算相当不错的成绩了。他这个扇子浮空术还挺好玩的。玩止戈必带骑龙回马，它主要有3个好处：一是能减少对方奶妈60%的治疗效果；二是可以避免被控制，而且搭配上江宁套装可以大量回血，每次完美闪避可以回血5%的血量。这就是为什么有的玩家明明不是奶妈，但越打血量越多的原因。第3个好处就是可以打断对方的技能，这可以说相当厉害。想象一下，对方正要放技能打你，而你直接用骑龙回马打断他的技能，对方就只能等待冷却时间。好吧，喷了个寂寞。其实这一局我们打得很奇怪，前面打了足足3分钟，双方都不怎么掉血，可是突然到这里的时候，一下子就干掉了对方2个人。接下来让我为你们隆重介绍全民恶人，这兄弟的胜率达到了100%，100%的胜率意味着他从未有过败绩，而且国际服肯定对他的斩血刀法感兴趣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欣赏吧。这就是唐横刀的武学特效，看起来是真的很帅。
不愧是拥有100%胜率的男人，打架就跟砍瓜切菜一样简单。不愧是高手，都不用我出手，他一个人就干掉了对方2人。由于我们上一把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，所以这把系统直接给我安排了2个100%胜率的高手。此时的我真是欲哭无泪。看来燕云也在学习王者荣耀的匹配机制。你不是厉害吗？那就再多给你找几个厉害的人跟你玩。所以说，匹配到高手队友也并不是啥好事情啊。流星坠火的骑术就跟开了核弹一样，视觉效果直接拉满。打纸哥最怕对方用强控制技能，那真的是按在地上打还没有还手之力。我就说我是弱鸡系统，偏要给我安排高手。不过接下来我竟然又匹配到了全民恶人，果真是印证了我内心的猜想。燕云的匹配机制就是这样，你赢了就给你强的敌人，你输了就给你强的队友。像全面恶人这种超强实力的打手也扛不住持续的控制技能，幸亏有我帮他加血。全民恶人使用的武学是唐横刀，武学名字叫斩雪刀法。它其实也有2个控制技能，一就是能将敌人击倒在地上，2是能将敌人打出僵直。唐横刀的核心玩法是卸势，卸势的瞬间可以让自己不被控制，而且每卸一次都会积攒能量用来放大招。由于唐横刀需要搭配新武学十方破阵使用，而且极度考验出刀顺序以及操作技巧，这对于我这种单核 CPU 的大脑来说，那是极度消耗算力的，所以我一般是不玩唐横刀，虽然它看起来确实很帅。不愧是全民恶人，难怪胜率100%，1打2也能轻松完胜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我是开心游戏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解说纸歌类游戏。如果大家喜欢看纸歌打斗，就请点个赞。作为一名游戏博主，我需要根据大家的反馈来进行创作。比如你们越喜欢纸歌类影片，我就越有动力去制作这方面的影片。反之，如果大家都不喜欢，我也就放弃了。毕竟做一期影片需要大量的时间跟精力。点赞分享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哇，这个姐夫刀法砍的是真爽，一直砍。